球迷们，这个转会窗是不是感觉烂透了？理查德·休斯到底在干啥呢？这个夏窗放走了萨拉赫、罗伯逊、科纳特，就买了一个穆里奥斯。巴尔克拉，我总觉得这笔买卖谈不成。最后又是转会窗快结束了，说巴黎要价太高，导致没时间买其他人。眼看着热刺、切尔西、曼城、阿森纳、曼联都在针对性的补强，咱利物浦中后卫和右后卫这俩大窟窿，那分配到底还补不补了呀？算了，还是说点开心的吧。琼斯、索博齐米在经历了那次吵架风波之后，第3天就已经在训练场上一起颠球，有说有笑了。看起来内部已经是处理完了，大家也可以各自安好，放下心了。我看外媒还是对这件事颇有微词的，说这件事上能看出来琼斯是太不成熟了，索博也缺少一些领袖气质和担当。至于扔队长袖标的齐米，那肯定是要挨骂了。我是觉得这事儿球员自然有错，但新教练组责任好像更大一些。这说明伊劳拉并没有在更衣室明确队长顺序，就跟没说好谁先踢点球一样啊！抢罚点球、争队长袖标，这些都是教练团队的责任大一些。我猜是伊劳拉可能没想到，堂堂红军利物浦的更衣室还会闹出这些幺蛾子烂事来吗？按理说豪门俱乐部里谁当队长谁是小弟这些早就该安排好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啊，只用了1个赛季，埃修斯就把重情重义的利物浦更衣室给弄得这么乌七八糟。这也是我反复提到的对伊劳拉的考验之一，就是管理更衣室。他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毫无经验的。他可能觉得副队长这事儿还是得先等范戴克、阿里松、麦卡这些老资历的球员都到齐了，大家再坐下来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。也没想到琼斯会闹这一出，但其实他错就错在把队长袖标给了齐米，你给格买斯也就算了，虽然都是边缘人，但格买斯好歹是全队里待的时间最久的，3朝元老，热身赛带个袖标也没啥。但齐米无论是实力还是资历，按理说都不应该排在琼斯前面的。琼斯本来就待得不开心，他不爽我能理解，但外媒骂他没脑子，他也不冤。这事儿你关起门来怎么吵都没事儿。所以从这事儿来看，琼斯还真当不了利物浦的队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为啥热刺要去抢罗伯逊，切尔西去抢亨德森？这些都是利物浦看不上、不要的老东西了啊！为啥人家还着急去抢呢？为啥图赫尔一排众议也要把亨德森带到世界杯？哪怕打着石膏也要坐在场边呢？因为他们知道队内缺少领袖，缺少一股子精气神儿，而这股精气神儿一直是咱们利物浦引以为傲的地方，但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。范戴克在球场上是个合格的，甚至是顶尖的球员，但他的管理能力和精神属性还是和亨德森、米尔纳差得太远了。还记得萨拉赫炮轰俱乐部时，范戴克怎么说的吗？让他说去吧。虽然他应该也有苦衷，但作为队长，他不应该表现得这么漠不关心。更不应该放任更衣室出现抱团、拉帮结伙这些事儿。总之，现在利物浦的更衣室是缺少一个亨德森、米尔纳这种级别的领袖的啊。伊劳拉才刚来没几天，就碰上扔袖标吵架这档子事儿，这其实也不是个好兆头。其实伊劳拉完全可以把米尔纳找来去帮他管理更衣室的啊。扎叔那会儿，米老头其实就是干这个的啊。谁迟到了，谁训练场上偷懒了，谁的生活出问题了，都是米尔纳帮着扎叔去管理的。伊劳拉需要赶快找到他的米尔纳。至少要赶快明确一下队内的地位啊！吵架这种事儿不能再发生第2次了，不然他这个新教练的权威就真要受到挑战了。哎，本来说是说好事儿呢，结果说着说着怎么也不好了。说说明天的季前赛吧，打利兹联，周一的凌晨4点，这次就是在芝加哥了，Soldier 士兵球场。利物浦其实在这个球场踢过5次比赛了，上一次是2014年的国际冠军杯上1-0小胜奥林匹亚克斯。这场比赛的好消息是，维尔茨、伊萨克、赫拉芬贝赫都有可能上场了。首发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应该就是替补上来踢个20分钟吧。雅凯伊劳拉说可能还不会上，毕竟还缺席着合练呢。远藤航说是接近合练了，甚至有可能赶上最后一场季前赛，剩下的伤号都且等的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穆尼奥斯和阿里松下周就要归队了啊，回安菲尔德准备和摩纳哥的季前赛。穆尼奥斯是自己主动提前回来的啊，好小伙。我上次说他世界杯1分钟没上，其实可以早点回来，结果评论区还有人骂我是资本家。真是林子大了，傻鸟都有啊！麦卡据说是9号也就回来了，也没几天了。9号是踢摩纳哥，16号才踢科莫，所以麦卡也有机会赶上科莫的比赛。1天2赛，所有人都有机会上去表现一下。英超第1场比赛是23号，咱们客场踢换了教练，葬礼3中场都要走光的纽卡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伊劳拉的头6场比赛碰上的都是刚换过教练的球队：纽卡、森林、伊镇、富勒姆、樱桃和曼城。有纯英超新兵，有格拉斯纳、马雷斯卡这样换了东家的啊，还有重返自己的老东家，其实都还挺有看点的。咱放心不下的肯定就是阵容厚度了。其实别说厚度了，首发一线11个人都凑不齐，右边锋买不到巴尔克拉咋办？
右后卫弗林彭又伤了咋办？雅凯这豪车到底能不能开，还是不让人放心。范戴克万一伤了咋办？伊萨克其实也是没个正经替补，这个家真是到处都是窟窿。但突然又传出来热刺要买加国的新闻，还说加国也愿意走，说是他知道新赛季左边锋的主力可能不是他了。这其实也没错，谁让他上赛季死活不传球给科尔克斯呢？没想到吧，人科尔克斯这赛季变成亲儿子了。世事就是这样难料啊！加波走倒不是不行啊，据说是6500万镑，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？是不是低了点儿？其实加波留着打替补，给伊萨克做个替补也不是不行。如果新赛季休斯一个人也买不来的话，那他真的其实可以不卖加波了。如果巴尔克拉买不来，不少人可能觉得那右边锋咋办？伊劳拉已经明确维尔斯的位置了啊，就是10号位或者影锋。他两边穆尼奥斯、恩古摩哈，其实谁踢左踢右都可以。伊劳拉也说了，他喜欢两边都可以踢的边锋。加克波、基耶萨、埃利奥特就是左右边锋的替补了。中场人比较多啊，麦卡琼斯、尼奥尼、远藤航都是替补，巴切蒂奇和麦康奈尔肯定是外租或者留着踢杯赛。其实麦卡琼斯也能给维尔斯踢替补，他俩的后插上得分能力都不错，适合做下半场的替补骑兵。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后卫，右后卫就一个弗林彭，季前赛他的状态可不咋地啊，他要是又玻璃了，就只能指望拉姆齐了。雅凯和范戴克加起来只有一个18岁小孩恩迪亚耶替补，这但凡放在任何其他一家豪门，估计都要被喷死了啊！制服组是干啥吃的？看起来我们只能指望着远藤航了，让他给雅凯和队长做个替补轮换，熬到莱奥尼回来，或者熬到戈麦斯复出。不过说真的，远藤航完全不符合伊劳拉这些年对中卫的要求，出球、推进、串联，这正好都是远藤航最不擅长的东西啊！咱队里的这些后卫啊，老的老，伤的伤，玻璃的玻璃，真的，如果搞个5大联赛后卫实力榜，估计都能排到倒数去了。所以我就在群里说啊，新赛季搞不好又会是互捅局了。中前场我其实不是很担心，就算买不到右边锋，也不是没人可用，就是这后防线啊，真是吹弹可破。我在群里说，如果买不到人，伊劳拉新赛季可以说是天崩开局了，后卫几乎就要无人可用了。这要是到赛季后半段，伤病潮来了该咋办呢？至于赛季前半段啊，速效救心丸，大家记得提前备好。新赛季的英超纸糊的后防利物浦可就要来了。